今天我们讲日本黑帮。关于日本黑帮的那些 Yakuza 或 Gokudo 成员，这帮家伙在当地可是有点名气的。警察和媒体听警方的话，管他们叫暴力团。这些家伙自己喜欢称自己是侠义组织。Yakuza 以他们那套严格的行为准则和高度组织化的风格而出了名，在日本媒体里他们可是挺火的，而且还搞得挺国际化的。据说在2009年，成员数量大约有80900人左右。不过这个数字可能变了，你懂的。这些犯罪组织活动可是挺灵活的。说到 Yakuza 的起源，其实有点不太确定，但大多数现代 Yakuza 可追溯到江户时代中期1603年至1868年的两个群体。Takiya 主要是卖非法、被盗或劣质商品的人，还有 Bakuto 就是参与赌博的人。开始节目之前，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晓得吧？在江户时代，这些小贩 Takiya 可是社会里最低层的一群。慢慢的，他们接管了一些商业相关的职能，比如摊位分配，还得保护他们的生意。神社节庆期间，这些小贩会摆摊，而一些成员则被雇佣当保安。每个小贩都得交租金，以换取摊位分配和在市集期间的安保。谈到 Yakuza， 九州岛一直都是他们的主要源头，自近代以来就培养了不少成员，包括山口组的一些著名老板。吉田基吉是个来自北九州地区的人，被认为是第一个嗷嗷待哺的现代 Yakuza。 最近的山口组强大家族的老板筑波忍和井上邦雄也都是九州出身。福冈县这个岛最北端的地方，被指定为整个县份里团伙数量最多的地方。在历史上，江户政府最后正式承认了这些 Takiya 组织，给了他们领导者 Oyaben 的姓氏以及携带腰刀的许可。这对那些贸易者来说可是个大飞跃，因为在那之前只有武士和贵族才能带刀。当时赌徒 Bakuto 的社会地位甚至比贸易商还低，毕竟赌博可是非法的。在日本各地的城镇和村庄边缘，有好几个小型赌场建在废弃的寺庙或神社里。这些地方大多数都搞着高利贷的生意，还有自己的保安。现在筑波忍是山口组的头，被认为是20世纪中期以来最大的 Yakuza 组织的领导人。这些地方和赌徒一直都受到社会的看不起，而 Yakuza 的一些不良形象很大程度上都跟赌徒有关。在那个时期，由于经济状况和商人主导，他们通过卖假货或劣质商品来敲诈当地市场的客户。现在，虽然 Yakuza 已经变得多元化，但一些团伙还是会与其中一个组织有关。比如，以非法赌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团伙可能会自称为 Bakuto。这就是一些关于 Yakuza 起源的故事。现在的 Yakuza 仍然在入会仪式中保留着这些传统，包括 Takiya 或 Bakuto 的仪式。关于 Yakuza 组织的形成，他们采用了传统的日本层级结构，其中 Koben 养子效忠于 Oyaben 养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了一套准则，强调正义和责任，忠诚和尊重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二战时期，整个日本人口都参与了战争，社会受到军事政府的严格管理。有一个传说讲述了 Yakuza 如何接纳被父母遗弃或流亡的儿子。许多 Yakuza 成员最初是普通的街头暴徒或暴走族成员，可能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很多 Yakuza 成员来自部落民和韩裔背景。Yakuza 团伙由 Oyaben 或 Q Micho 家族头目
领导，他向手下的 Koban 下达命令。这种组织形式反映了传统的日本 Senpai Kohai 前辈、后辈模型。Yakuza 成员切断了家庭关系，将忠诚转移到帮派老板身上，互相称呼为家庭成员、父亲、兄长和弟弟。Yakuza 主要由男性组成，女性很少参与，被称为 Nisan 姐姐。Yakuza 的组织结构非常复杂，最高头目是 Kumicho， 下面有 Seiko Koman 高级顾问和 Sohanbucho 总部主管。第二位是 Wakagashira， 他在一个地区管理多个帮派，下有一个负责多个帮派的 Fuku Hanbucho。地区帮派由地方老板 Shatigashira 管理，每个成员的联系按照 Sakazuki 共饮清酒的层次排名，顶端是 Kumicho， 控制着 Seiko Koman 高级顾问。高级顾问控制在不同地区或城市的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部下，包括其他副头目、顾问、会计和执行者。清酒的传递形成了直系家庭，每个 Koban 按照兄弟姐妹的顺序排名，然而每个 Koban 可以将清酒传递给他的下属，形成关联的组织，可能进一步形成较低级别的组织。在山口组这样控制着大约2500家企业和500个 Yakuza 组的组织中，甚至有第5级别的附属组织。黑帮仪式，割掉手指的行为是一种赎罪或道歉的形式。在第一次犯错时，违规者必须割掉左手小指的尖端，并将割断的部分交给他的老板。有时，副头目为了避免他自己帮派的成员遭受进一步的报复，可能会向 Oyaben 行这个仪式。这一传统源于握持日本刀的传统方式，每只手的底部3个手指用于紧握刀剑，拇指和食指略微放松，从小指逐渐移动到食指的数字逐渐减少一个人握剑的力度。这个想法是，握剑力度较弱的人必须更多的依赖于团体的保护，从而减少个体行动。近年来，为了掩饰这种独特的外观，人造指尖已经被开发出来。关于 Yakuza 的一些风俗，他们身上的纹身，也就是所谓的 Irizumi， 通常都是手工刺的，就是说，墨水是用手工制作的工具插入皮肤的。这个过程既昂贵又痛苦，可能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当 Yakuza 成员玩浴巾喊舞牌时，通常会露出身上的纹身。他们会脱掉上衣或打开上衣，把它们围在腰间，这样就可以彼此展示全身纹身了。这是 Yakuza 成员向其他人展示纹身的几个机会之一，因为通常在公共场合，他们会用长袖和高领的衬衫把纹身遮掩起来，而新成员加入时，他们甚至可能需要脱掉裤子，展示下半身的纹身。要理解 Yakuza 的当前活动，很大程度上需要从他们的封建起源中理解。他们不像一些秘密社团那样，通常在办公室前挂个木板，公开显示他们的组名或标志。与其他黑帮组织不同， Yakuza 通常更为温和。总体而言，他们不参与盗窃、入室盗窃、抢劫或其他街头犯罪。他们的刻板形象是戴着墨镜，穿着色彩鲜艳的西装，以便让普通人一眼认出。甚至他们的步态也与普通市民不同，以大步迈的方式行走。当然，他们也可以穿得更加保守，需要时展示纹身，甚至在翻领上带有徽章。直到最近，他们主要收入来自于他们领土内的购物、娱乐和红灯区的保护敲诈。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不太愿意向警察求助，
而日本警察也不太愿意在被认可的社区内干预事务，比如购物区、学校、大学、夜间区等。在这个意义上，Yakuza 仍然被视为半合法的组织。例如，在神户地震之后，山口组总部位于神户的成员积极提供灾难救援服务，甚至使用直升机。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一点，对比了政府反应较慢的情况。在2011年东北地震和海啸后，Yakuza 再次提供援助，一些团体向难民开放了他们的办公室，并向受灾地区发送了物资。因此，许多 Yakuza 将他们的收入和活动 Shinogi 视为一种封建税的方式。此外，许多 Yakuza 组织，尤其是山口组，正是禁止其成员从事毒品交易，而一些 Yakuza 组织，尤其是道人会，却深陷毒品交易。说到 Yakuza， 有些团体可真是深陷与性产业相关的活动，有些以广泛参与人口贩卖而著称，尤其是从菲律宾引进年轻女性。这帮 Yakuza 欺骗贫困村庄的女孩来到日本，承诺他们体面的工作和良好的工资，结果却迫使他们成为妓女和脱衣舞女。新宿的巷子和街道成了现代东京 Yakuza 的热门聚集地，而且 Yakuza 也喜欢搞一种独特的日本敲诈方式，专业得很。他们不是骚扰小企业，而是直接盯上了大公司的股东会议，通过购买少量股票，他们就能进入会议，利用 Yakuza 成员的存在吓唬普通股东。他们还玩起了简单的敲诈游戏，搜集有关公司实践或领导人的罪证或令人尴尬的信息。一旦 Yakuza 在这些公司站稳脚跟，他们就会为公司工作，以防止公司的内部丑闻曝光给公众。有些公司甚至将贿赂列为他们年度预算的一部分。不止于此， Yakuza 还和日本的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业有联系，专门诱使小地产持有人出售他们的财产，以便房地产公司可以执行更大规模的开发计划。在19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一些银行子公司被指责进行房地产投机，而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甚至还有银行经理被暗杀，引起了关于银行业与 Yakuza 间接联系的猜测。这帮家伙还喜欢参与一些地方的节庆活动，比如三社祭，时常在街头抬着神轿，炫耀他们精致的纹身。有趣的是，Yakuza 曾在合法的主流公司进行过大规模的投资。在1989年，道川会团体的石井进购买了价值 2.55 亿美元的东京急行电铁公司的股票。日本证券监察委员会甚至了解到有50多家上市公司与有组织犯罪有联系。2008年3月，大阪证券交易所决定审查所有上市公司，并将与 Yakuza 有联系的公司排除在外。这就是一些关于 Yakuza 的不寻常活动的信息。关于 Yakuza， 他们通常不承认盗窃是其合法活动的一部分，这与他们活动半公开的理念一致，因为盗窃被视为一种秘密活动，而且在社会上也被认为是一种侵犯。此外， Yakuza 通常不亲自进行实际的业务操作，而是由支付保护费用的非 Yakuza 成员来管理主要业务活动，如商品买卖、高利贷或赌场管理。有很多证据表明 Yakuza 涉足国际犯罪，包括毒品走私和武器走私。一些纹身的 Yakuza 成员因涉及这些罪行而被监禁，甚至在国际监狱中。他们还参与一种专业的敲诈形式，骚扰较大公司的股东会议，通过购买少量的股票获得参加会议的权利，利用 Yakuza 成员的存在吓唬普通股东。此外，
Yakuza 与性产业紧密相关，有些团体以广泛参与人口贩卖而闻名，这涉及欺骗贫困村庄的女孩来到日本，然后迫使她们成为妓女和脱衣舞女。在新宿等地，现代东京的一些热门聚集地， Yakuza 活跃于这些性产业中。尽管他们被视为半合法组织， Yakuza 与日本体制有一些联系，包括通过与右翼政治团体的联系和在主流公司中进行大规模投资。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了一些法律，如防止犯罪团伙成员非法活动法，使得传统的敲诈行为变得更加困难，并且警方也开始打击这些组织。一些地方政府和建筑公司也开始回避或禁止 Yakuza 在社区或建筑项目中的活动。有趣的是，尽管作为最大 Yakuza 组织山口组的故乡，神户却是日本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这是因为一些廉价的犯罪分子避免在神户活动，害怕引起 Yakuza 的注意。听说在2011年3月11日的东北地震和海啸后， Yakuza 竟然派遣了数百辆装满食品、水、毯子和卫生用品的卡车，帮助受灾地区的人们。虽然他们通常以勒索和其他暴力手段著称，但在这个时刻，他们迅速而悄无声息地伸出援手，尤其是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看来有时候，即使是我们不太期望的角色，也会展现出令人意外的正面行为。在美国， Yakuza 主要在夏威夷有动作，但其他地区也有踪迹，比如弗雷斯诺、罗利、休斯敦、俄勒冈、丹佛、芝加哥和纽约市。听说夏威夷成了他们的中转站，进行毒品和枪支的走私。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们还联手了当地的越南和韩国帮派以及中国三合会，看起来关系错综复杂。而在纽约市，居然还和美国黑手党籍商人搭上了一些线，通过引导日本游客前往赌场来捞取中介费。虽然他们有些行为颇为争议，但也有报道称Yakuza 在一些灾难时刻表现得相当快速和有效。不过，本频道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法律规定，做守法的好市民，晓得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再会。